2024年，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中国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就在疫情前的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670亿美元。谁能想到，一场疫情让中国的进出口扩大了3倍，其中对美国增长了11%，对欧盟增长了78%，对东南亚增长了267%。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来对比一下，日本的贸易顺差在1993年达到顶峰，按今天的价格计算，相当于1850亿美元，还不到中国去年的1/5。德国在2017年达到顶峰时，也就才相当于今天的3260亿美元。所以说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中国的记录，也是世界的记录。中国出口的爆发式增长来自工业的扩张。去年前11个月，农产品及原材料的出口仅占总出口的 4.5%， 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 95.5%。根据联合国去年10月份的报告，如今中国已经占全球工业产出的 27%。更加夸张的是，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工业产出的全球份额将高达 45%。由于这个数字太过惊人，我特意看了一下联国的预测方法，它是根据2010到2019年每个国家工业产出的年增长率来进行计算的。也就是说，按照当下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在全球工业中的角色将不仅仅是霸主那么简单，还会成为一个垄断者。中国份额的大幅增长就意味着有一些国家会受到损失。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因为受到中国出口产品的影响，在家具、玩具和服装领域，美国损失了200多万个就业岗位。就在前2年，全球还掀起了一波供应链重组和去中国化的热潮。然而，中国贸易顺差的强势增长，也就代表着其他国家希望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计划落空了。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收了关税，并向芯片制造商和战略性行业的公司提供补贴。从德国到日本，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类似的政策组合，以振兴本土制造业，并帮助本国的重要企业抵御来自中国的竞争。受到中国出口冲击的不仅仅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中国的盟友，也受到了中国廉价商品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对新兴国家的贸易顺差比2021年增长了 56%。根据泰国银行的调查，受中国出口的影响，自2023年初到2024年1季度，泰国有1700多家工厂关闭。作为反击，发展中国家自2022年初以来，针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了近250项措施，包括关税、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作为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巴西采取了其中120多项措施。中国政府也没有坐以待毙，通过寻找其他客户、补贴本国工厂，以及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等方法加以应对。从结果看，显然中国的策略正在奏效。未来，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工业竞争还会进一步的加剧。川普不断的承诺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加收更多的关税，并且对墨西哥等中国用来绕过关税的第三方国家也加收关税。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变得强硬，去年对中国电动车征收了关税，进一步指责中国对欧洲医疗设备制造商存在不公平的歧视，这为欧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做好了铺垫。同时，英国的贸易部在去年11月建议对中国的挖掘机征收超过 80% 的关税。然而，关税政策也不见得有效。自川普首次加征关税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降低，还增长了 23%。中国政府持续用低息贷款和补贴的形式向工厂提供大量支持，使中国产品可以保持低价销售，并削弱海外对手。通缩压力也给了中国央行更多让人民币贬值的空间，使中国商品进一步变得更加便宜。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需求也在不断降低。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经济疲软，需求不足，使得许多家庭不愿意购买进口商品；
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用中国制造替代海外商品。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分析师指出，中国大量购买德国汽车和日本机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星巴克也在中国市场不断的被瑞幸咖啡抢走份额，苹果智能手机的销量也有可能被华为超越。进口国外商品疲软和出口强劲的两者结合，才解释了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的历史新高。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未来几年自疫情后开始的大幅增长的贸易顺差能否持续？就在中国创下贸易顺差纪录的时候，美国在2024年的贸易逆差将达到接近9000亿美元。中美之间巨大的反差不仅跟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所选择的出口策略有关，还跟两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消费习惯有很深的关系。在宏观经济学里，全国储蓄减全国投资等于进出口。简单的解释一下，假设一个国家只生产大米，并且全年生产了100吨大米，其中有50吨被吃了，这部分算作消费，剩下的50吨都算作储蓄。而这剩下的50吨大米只有2个去处，一种是存下来留着以后吃，这部分算投资；另一种就是出口。回到中美两国，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投资大国，但与此同时也是储蓄大国。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接近40%，而美国近期的个人储蓄率只有4.5%，差不多也就是中国的1/10。若美国人低储蓄率和高消费的习惯没有改变，即使给中国加60%的关税，也难以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川普在本届的竞选中一直强调，希望美国能够再次成为制造业强国。要实现这一点，就不得不加大投资来增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然而，若美国人民的消费习惯没有改变，在低储蓄的背景下，投资的钱只能靠增发货币和增加债务来实现。奥地利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曾描述过这种场景。哈耶克将产品分为消费者货物和生产者货物，前者代表消费品的生产，后者代表工厂、生产设备等投资品的生产。当增发的货币流入到生产者货物中时，的确会在短期内促进投资，增强制造业能力。但当工厂的员工拿到工资时，增发的货币就会重新分配，人们会仍旧按照过去的意愿来消费，大量的钱就会流入到消费品市场，消费品的需求会增高，价格会增高，利润也会增高，整个国家的货币和资源也会倾向于重新流入到消费者货物的生产中。此时，除非政府继续增加债务规模，增发货币来支持那些需要大规模投资的产业，否则川普想要强大美国制造业的计划可能也要落一个烂尾的下场。哈耶克曾将货币扩张比作抓着老虎的尾巴，放手会被咬死，紧握不放跟着老虎跑会被累死。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截然相反，高储蓄率和低消费让大量资源可以持续地流入到生产者货物中。同时，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 GDP 的40%，反映了大量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这也是中国政府可以大搞各种产业政策，动不动就投入几万亿的基础。庞大的制造业规模给了中国绝对的价格优势，不仅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去年10月，印尼封禁了一款中国的应用程序，它可以将廉价商品直接从中国工厂运送到全球消费者的家门口。印尼通信部长表示，我们的小企业难以与中国价格竞争。巴西的铁矿石储量在世界上数1数2，但将铁矿石运往遥远的中国，然后再将钢铁进口回来，比在巴西本地生产都更为便宜。很显然，中国大规模投资并不断扩大产能的策略已经为企业在全球制造业建立了巨大的优势。虽然未来的中国出口必然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但不管是关税还是技术限制，在过去几年似乎都没有阻止中国出口的强势增长。如今，中国接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归根结底是来自每个国家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并非是贸易政策。最后，如果说在这场全球贸易的博弈中，最大的赢家是中国政府，那最大的输家恐怕就是中国人。强大的出口虽然为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但低价格、低利润的现实并没有让中国人的钱包真正鼓起来。
在资源持续流入投资和制造业的模式下，中国更像是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而中国人则是给皇上和官员们赚钱的奴隶。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